Hello， 大家好久不见，这里就是我的英国的新家。因为我最近就在整理，就是刚从日本回来的那些行李，刚好就看到很多战利品，所以我想说就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就是叙叙旧，然后顺便分享我从东京带回来的战利品嘛。第一个我想分享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插画家叫 Yuko， 我认识他是当时我还在 Gucci 就是打工的时候。他跟日本的 Gucci 有做联名的合作，然后有推出一系列的包包。我觉得跟插画家合作的好处就是连整个包装都可以很有插画家的特色。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是透过 Gucci 然后认识到这个插画家。这次在东京我就发现说他在森美术馆有展览，他的作品都蛮大的，但是他本身是用带针笔去做创作的，所以带针笔就非常非常的细致，然后每一个细节他真的都不放过，像是他有画鳄鱼不是有很多鳞片吗？他每一个都画出来，因为他是学油画出来的，所以就是非常写实的那一种，所以你看一幅画其实真的可以花很多很多时间。然后他所有的展都是他20年间的创作，那个数量真的很大，就是你真的是需要一整天去看的。到后面是可以拍照的展区的部分呢，主要就是像我刚刚说跟 Gucci 合作啊，就是跟厂商合作的一些商品，那他的可能 sketch 啊，或者是当时的原画，所以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看到一个自己很喜欢的插画家的20年间的所有的创作的原稿，跟他怎么发想，还有一些，因为他的作品都很古怪，就是很猎奇，有点黑暗，但又有点可爱。那我这里就在他的商店有买了一些他的周边商品。这个是我买他的盒丸，就是盒丸里面的小图，超可爱。所以我抽到的是这一只星星人，超可爱。我真的很开心可以抽到，因为是盲盒嘛，所以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就抽到，还有坐下的猫咪，然后他的手啊，跟所有细节都特别的细致而且他涂料涂得非常的扎实，就完全不会说就是这边歪掉还是这样。然后还有这一只站起来的，还有这一只很奇怪的小角色，真的很可爱。它连就是头顶的你的毛都不放过。好，然后这是盒丸的部分。然后呢，这一只太可爱了，这是也是盒丸里面的那个小图，因为我抽到它嘛。好，这个是明信片。因为他每个作品都很大张真的是你看多细致的，是不是？这个我刚刚有说到他是用带针笔创作，所以他就直接挑选3支他最常用的带针笔的尺寸，然后他就推出了商品。他每一支笔上面都有就是不同的图片。那我现在跟你们说它的秘密尺寸，第一个是 0.8， 然后 0.3， 还有 0.05， 超级细，所以就是它的创作的秘密尺寸。就很像我不知道你有去宫崎骏的那个 museum， 它有一区都是他用的颜料啊，然后跟他做的色票，我们就一直在偷做笔记说他是用什么牌子的颜料的。所以我对就是有一个创作者他使用的那个 medium 都很有兴趣。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商品是扑克牌，我真的很推荐扑克牌，因为它很好心的，就是每一张都是不同的插画，你看真的很夸张然后这个真的是一个，我真的超喜欢这个星星人，就是很奇怪的一个角色，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铁盒也是里里外外就是上下左右，就是你想得到的地方全部都是有经过设计。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扑克牌真的太中观了，我真的很开心可以就是遇到它。好，介绍完 Yuko 之后呢，我来分享我在
东京最大的美餐行世界堂买到的补货，我是去补货的，对。然后这个是世界堂的世界堂啊，我这次去补了就是水粉。我在那边有看到2个不同的牌子，一个是这个的牌子，然后另外一个是 Nicker， 这2个牌子。那因为我觉得他给的很大方就是他的像通常买到的挂须都是很小一支，然后他给的超大方，超大一支的，然后有很多很多不同颜色，所以我就买了红色、黄色、蓝色，然后一支白色，我自己混混看。然后另外一个牌子呢，就是他们我觉得日本人就很会做生意，就是他会在那个商品上面写说这是绝版色，就是你可能不买你就会绝版，你就买不到，因为它的颜色都是已经调好的绝版色，所以我觉得好看，所以我就买了几支绝版色。好，这支是有点dusty pink 的感觉，就是藕粉色，但是很饱和度很低。然后那黄色是一定要，因为很适合去调色。还有这个颜色跟有点 wasabi green， 是 wasabi 吗？这个绿色超好看，我真的超爱。就是没看过，因为它也不像是薄荷绿，但它就很会调色，很厉害。分享给你们。这就是世界堂的部分。接着因为我跟丹尼就是很喜欢这种模型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一定会去秋叶原，对。然后丹尼就买了超多的模型，因为模型太大，我就有点懒得拿了。那这里就分享几个他的盒玩。我们是在一栋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牌子嘛，然后有一间特别有名的是叫世界堂，它的那个盒玩很多都是跟艺术家合作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非常的精致，在这上可以收藏，就是喜欢的创作者的模型，对。然后丹尼他本身就很喜欢 Akira， 他真的很幸运，他就抽到了这只。我个人是觉得很可怕，就我就陪他一起看 Akira， 我觉得好可怕，但还是觉得有一种很的感觉。然后还有另外一只是它，而它上色上的很精致，它是用喷的感觉，所以它有一种很恰到好处的那个渐层，再加上它的构图就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就是你可以很像是360度这样子可以去观赏一个画作的感觉。这是它的盒玩。那我自己呢是那时候就看到这个创作者，应该是香港的创作者。我真的很喜欢他，就是有一种绘本的风格。那他的角色每一只都很有特色，所以我就买了2盒，而且我是分不同天去买的，因为我们去了那一间大概，因为我们住2个月嘛，所以我们去了大概有3-4次吧，就一直逛，一直去。所以第一次呢，我是抽到了这一只，应该就是他的主要角色吧。然后他前面的那个路还有挖空，然后里面放一颗星星，超漂亮。而且它的涂色是有点像陶瓷的感觉，就是你会看到它的第一眼，你并不会觉得说很塑胶，它有一种手感。而且它的小包包是一只黄色的狗狗吗？然后另外一个我抽到的是大象，超可爱的。然后一样，它的每一个细节都真的是很细致的，对吧？好了，那这个就是我在世界堂买到的盒玩。那同一栋它楼下就是有就是卖很多模型了。那卖模型的话，就通常都会卖颜料，所以我那时候在楼下就是买到了这个。因为想说刚好买颜料所以需要调色盘。
但他是一次给2个，是白痴的，真是很可爱。而且我那时候在店里逛的时候啊，店员都在很认真的上色，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看他在怎么画，真的是看了就很想买很多模型回去画。好，这个就是我们在秋叶原的战利品。好，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应该也算是战利品，是我在龟户天神社买到的这个幸运的鸟。它就是1年1次在龟户天神社幸运鸟的交换嘛。因为我不会日文，我是看汉字，然后这个是它里面附赠。你看这个插画，这个是神鸟，是不是很可爱？然后它这里呢就有分享说，它那个活动叫做我不会念这个字，我就叫它樱好了，樱替神事。然后它1年就是只有这2天有办这个活动，我就查了一下里面，它其实有解释，就是这只鸟是红腹灰雀，然后它的就是日文就叫学，这个字是这个字的正字体叫做学，它的音啊就是这里看，usokai shinji，就是uso是学。它的谐音就是骗子、谎言，所以就表示你这1年间的所说的大大小小的谎言啊，你可以透过就是去带着这一只学的木偶回家，就是交换，所以才叫做学的交换。所以这就是这个庆典的由来，就是你用你的谎言去交换一个信使，然后回家，然后它就等于是你把你的幸福给带回家这样子。这个就是神职人员在手工绘制的过程。那它那个地方呢，就会贩售很多不同尺寸的这只幸运的鸟，所以你就可以带回家，然后就是可以带幸运回家。然后每1年这个时间，你就是再回去，就是等于是谢谢他这1年间的照顾，然后我就把它就是还给神社，然后再去买一只回来，这样，所以每1年这样子，很像就是跟神社的人 subscribe 幸运一样，就很聪明，很幸运，就是我刚好有遇见这个活动，我跟丹尼就1人带1只幸运的鸟回家，然后我们就是当天去买那个盒丸，然后一打开就中我们最想要的，因为还是有用啊。好，所以这个是龟户天神社的战利品之一。接着我来分享，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喜欢印刷品，所以我买了很多画册、高绘本这些。那这主要就是2个我很喜欢的日本的创作者。他是90年后的一个很年轻的创作者，他的作品就是很脑洞大开，然后他很有西方的感觉，但又很有日本的动画的角色的感觉。给你看几页，我第一次看到他作品的时候是在 Pinterest，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作品是这一个。真的很细致。那它主要是用亚克力画，然后我看它有一些作品是亚克力跟水彩。然后这个你看，就是它的灵感通常都很，就是会觉得哇，我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子哎，我但是像泡泡破掉的那个瞬间，它就冻结住放在它的插画里面，然后或者是它将一些很云啊，就是比较抽象的东西变成拟人化，真的就是很喜欢，很喜欢。然后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是这个 idea， 它是把角色封在那个石头的切面里面，
然后我最近有看到他在他的 Instagram， 然后有一个是木头的切纹，它的年轮，然后年轮不就是树的历史嘛，就是它每一年长越大就会有一轮一轮的年轮，然后它每一轮都有不同的东西发生在里面，真的是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的 idea， 就很喜欢很喜欢，然后努力打下。那它这一本画册的后面啊，有很多是他电绘的作品，就有一种戚戚焉的感觉。看这个多可爱哦！总之呢，我就很喜欢他的作品，所以就很开心，就是把他的画册带回去。那我好像就是有一天我在逛那个书局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杂志，然后它的封面就是他的作品，所以我想说，所以我就看了一下。看，就是我刚刚给你们看的大象，然后他后面有分享，就是他的sketch 跟 idea。你看他的 sketch 跟就是他的角色的那个，就是他在 explore 他的角色，后面还有他 sketchbook， 就很精彩，我就觉得好开心的，所以我就把它带回家。那另外一个是他的作品，这个应该大家应该知道，因为他在台湾也有贩售他的绘本，然后这本真的是太可爱了。你看他是怪物国嘛，你有看到他那只平常的怪物？有啊，这个。它也是这样，但是它的封面的设计真的是很可爱。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蝴蝶叶的设计，因为他们是怪物，所以就是。然后我很喜欢它的作品是，因为它都是用应该是水彩、水粉、日本画之类的颜料去绘制出来的，我就觉得蛮可惜，因为它刚好我们就是到东京的时候，它还有它的展览，但我就是找不到时间去，就错过了它的展览，就有点可惜。但还是我就带了很多它的画册回家，所以这是关于国，他的作品呢也是非常的细致，你看他的风格。很细致，再加上有一种也是偏脑洞大开的那种感觉，而且他喜欢做不同的实验的性。我给你们看，像是这本是Eden，里面就是有点像 mirror 的感觉，就非常的。细节很多，我光看封面就可以看很久很久。它后面也是，是不是很美？再来是这一本是后，我刚刚说脑洞大开，就你看它的后，它把人生在里面，然后打开来，就觉得很强，像很多 idea 都很强。这本真的很精彩，你看，很奇幻，而且它的用色，我很喜欢它的颜色，像是这种蓝色啊，或者是蓝色配黄色，就是对比色，好像这样子的绿色，有点像丝绒的绿色，超美，好。很诡异，有点诡异的感觉，就很推荐他的作品。就每次翻他的作品，都会有一种灵感涌现的感觉，就会觉得天啊，怎么会这样想？然后是东西就会开始进来，然后进来之后就会开始有很多 idea 出来。然后这个也是他的另外一本绘本，但是街上的盗贼呢？看它的细节，对，
晚上的样子。这就是我的画册的部分。好，那差不多是这样。那我来分享，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去日本嘛，因为日本离台湾很近，所以就顺便回了台湾一下。因为就等于是探亲，再加上我应该也有4年没有回台湾，所以就回去，主要是吃东西啦，我就没有买什么太多东西。那我那时候就是有抢到这个台湾的艺术家，这是他的牌子名，这个中文应该是叫白金。那他的作品超难抢的，他都是手工做的那种根茎类的娃娃，然后也有像龟背玉啊，就是很漂亮，但就是没有抢到。那我幸运的找到了这只娃娃，然后它还有这个可爱的盆栽，这样。但我是觉得很奇怪是，因为它可能是手工做的，然后名字都不一样。然后我就看他拍的照片啊，都是他的娃娃的，就是放进来的时候眼睛都看得到，但我的放进来就看不到，就我只能在里面塞一些东西，让它被看得到这样。但我还是很喜欢，就 Q， 而且就种子才是这样在里面看不到，所以算合理了。好了，那这个是台湾的战利品。那还有另外一个，因为我回台湾的时候刚好那个时间是台北国际书展，所以我就去买到了这2本书，一个是吉敏的这本书，我还没读，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有吉敏的作品，其实他的绘本我有蛮多本，但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他的心路历程，所以我觉得好像创作到一个阶段，你就会对每一个创作者的心路历程就是很有兴趣，因为你去了解他的心路历程，他经历了什么，或是他看见了什么，全部的东西都会反映在作品上。所以，当你喜欢他的作品的时候，你就表示你喜欢他的历程，就是你看见他感受到的东西，这样。所以，我还没阅读，那就是会找时间去读。那这是其中一个战利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是一个日本的插画家，那他本身就是一个 YouTuber， 他在他的频道上都会分享创作啊，还有一些就是创作者困扰啊什么。他的风格就是很大拉拉，然后就是很直接，就是不藏私的那一种。然后我就读了差不多超过一半吧，然后我就觉得他讲话就是很有道理，而且就很有说服力，然后你就会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时空，就不是说这本书是很久以前的人写，就是一个像我们在同一个时空，所以就心有戚戚焉的感觉。那我会再找时间把它读完。对，好，那今天的战利品大概就这样。